从丑闻事件曝光之后，蔡徐坤人气跌到谷底，大批粉丝跑路，内娱事业随之陷入停摆状态。所以蔡徐坤将事业转向海外活动。最近正值蔡徐坤在吉隆坡举办演唱会，工作室高调开启营业模式。蔡徐坤本人也在演唱会回应负面舆论，引发舆论质疑。近日，沉寂将近3个月的蔡徐坤工作室重新营业，在线更新多条关于蔡徐坤的最新状态，却对之前负面传闻只字不提。但他们还不忘大力营销，将相关话题直接推到热搜榜的前2位，话题热度更是突破3亿阅读量，疑似为复出试水。照片里，蔡徐坤打扮精致，一身不知道从哪里淘来的豹纹潮牌相当夺目，身上戒指项链一样没少，发型也好，妆容也好，都和出事之前没什么两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没有受到之前负面风波的影响。但装作没事不代表真的没事，工作室动态的下边还有他之前起诉狗仔董瓜姑和超能摄影杨洋的报警记录，时间定格在3个月前的7月3日。3个月前的焦头烂额对比3个月后的光鲜亮丽，工作室的账号内容也是挺嘲讽的。其实网友们都挺好奇，蔡徐坤工作室起诉的结果是什么？从他的内容上看，应该是已经请了专业律师，并且还是以造谣诽谤的名义报警的，连报警记录都晒了出来。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工作室难道不应该发布一下吗？还是工作室觉得拿一个报警回执就能辟谣了？要是放在几年前的娱乐圈，可能还管点用，但是已经有那么多明星翻车了，蔡徐坤工作室光凭一个报警回执似乎不够吧？这次高调复出，工作室居然对之前调查结果只字不提，是没有调查明白，还是真的说不清楚了？反正他起诉的这2个狗仔还活跃的好好的，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心里是真的没数了。说来也奇怪，蔡徐坤工作室对之前私生活负面问题只字不提，但蔡徐坤本人却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在演唱会上，蔡徐坤依旧是一身浮夸风，满身金光宝气，还有全套豹纹做陪衬。蔡徐坤的这些演出服都是来自大牌特别定制，但品牌方并未在线认领，可能仍在评估蔡徐坤的事业前景。只有一家赞助配饰的品牌在线点名感谢，之前该品牌曾与杨幂等内娱明星进行合作，大概是想要试水复出。蔡徐坤在这次演唱会上表现得十分高调，一边大方回应丑闻，一边对各种差评嗤之以鼻。因为在蔡徐坤的一夜情丑闻发生之后，只有他的工作室公开回应过，而他本人并没有任何表态。这一次蔡徐坤一反常态，在与粉丝交流的环节表示他也是人，也有需求，也有很多喜好，还有粉丝们不了解的那一面，随后便是粉丝们的一片尖叫声。蔡徐坤则是一脸的你们懂我，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就像是在解释之前发生的那段丑闻。很显然蔡徐坤并没有低调致歉，反而高调表态，我是人，是人都会七情六欲，所以错不在我。随后蔡徐坤还表达了他对于外界差评的态度，他声称做了眼睛手术，所以把垃圾软件都卸载了，不看垃圾软件，这种言论疑似是在反击差评。甚至连蔡徐坤的大粉丝都在账号上转发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大家似乎都很买账。但问题是，蔡徐坤这话说的没道理呀。蔡徐坤有需求不假，但是他可以正常恋爱公布恋情，然后承担公布恋情以后的结果呀。娱乐圈里不是没有顶级流量爱豆公布过恋情，鹿晗刚恋爱的时候就对粉丝坦言了。蔡徐坤如果真的忍不了，大可以堂堂正正的恋爱，没必要偷偷的和女粉丝睡觉，而且还不采取安全措施，导致女粉丝怀孕生孩子，然后事情闹得一地鸡毛。他有需求，难道需要女性为自己打胎吗？他可是公众人物啊，怎么堂而皇之的在演唱会上 PUA 自己的女粉丝这种事情？这也让网友开始复盘他3个月前的打胎争议，评论区可以说是彻底沦陷，有的是对于其部分话语进行解读。针对于蔡徐坤口中的需求和爱好，网友回应道：需求是性，爱好是打胎。而对于他所说的大胆，网友则表示都打胎跟踪了，还要多大胆？也有的网友对于整段发言的反应是，这是要破罐子破摔了，表示这段话从一个打胎监视的人口中讲出来，感觉就像是在诱人触犯刑法一样。总体看来，大家最后的诉求就是别来内娱沾边，
其实大部分网友也是挺不理解台下那些说支持和理解蔡徐坤的女粉丝的，自己花钱听着演出，还要听他数落，到底图个什么呀？换成自己被人睡了还不负责，难道也是骄傲的事情？之后就有网友说，蔡徐坤你有需求，干脆就别当明星了。娱乐圈里很多人没那个需求，把赚钱的机会让给别人多好。所以在看到蔡徐坤的这番言论，一众网友被震碎三观，在线开启吐槽模式。网友认为没有反对你有需求，但你作为公众人物，更应树立和维护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用一句我也是人就掩盖所有的失德行为。并且蔡徐坤当初口口声声立单身人设，可实际上背地里却搞出意外怀孕的事情，现在又来怪网友和粉丝管得太宽，你挣家人们的钱时怎么不这么说呢？还有网友在线心疼蔡徐坤的粉丝，不仅要花钱为正主应援，还要包容正主的各种污点，更要聆听正主的 PUA 式教导。更有粉丝调侃蔡徐坤经历丰富，故而才能做到处乱不惊，内心强大。对于蔡徐坤此次试水，多数人表示难以接受，少数粉丝依旧在线声援。他们以为蔡徐坤和之前的绯闻女子是你情我愿的情况，没有违法犯罪，所以大家不应该对蔡徐坤太过分，而且他如今已经为自己的过错买单了，应该原谅他。其实蔡徐坤早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表现出复出的迹象，在他的海外社交账号上晒出录音照，还是一张和韩国音乐人的合照。当时还有网友推测蔡徐坤这是试探外界反应，准备进军韩娱圈了。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蔡徐坤这一次演唱会的举办地是在国外，因为什么大家也清楚，当时的事情给他的形象的确是带来了太大的伤害，以至于他国内的事业基本都黄了。如今靠着去国外开演唱会这样的迂回路线，也算是没有彻底凉凉。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蔡徐坤的塌房过程。今年6月23日，突然有爆料者发文称 C 姓女生和蔡徐坤2021年520认识，21日凌晨发生关系。时隔1个月 ，C 姓女生怀孕，找蔡徐坤要说法，男方要求打掉，女方于7月5日独自打胎。7月3日，蔡徐坤发文道歉，称与 C 女士有过交往均属双方自愿，不存在未成年，也没有强制堕胎。本来吧，这些事情只要蔡徐坤站出来道个歉，再请水军控评一段时间，过段时间也就过去了。可蔡徐坤妈妈自以为是的操作，却害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当时该女生找到蔡徐坤之后，蔡徐坤妈妈第一时间不是想着保护自家血脉，却想着是不是对方来讹人，为此还专门找人在女生家门口装监控，为的就是找到自己心目中所谓的孩子真正的父亲，行为之恶劣让人咂舌。蔡徐坤也因为妈妈的做法败光路人缘，事业也基本上无了。蔡徐坤这才觉得着急，想着道歉了事，可网友却没有买账，也算是被母亲坑惨的典型了。如今看来，蔡徐坤依旧想要重返内娱，然而依照他现在的口碑，不论是被品牌下架，还是综艺节目中查无此人的状态，估计蔡徐坤想要重返内娱巅峰，也只是一个虚幻的想象。所以各位内娱艺人，千万别以为忍一时风平浪静，只要犯了错，就要承担应有的代价。而蔡徐坤的出现，感觉杨颖和张嘉倪都被拯救了，毕竟这两人只是看了，而蔡徐坤却是确确实实做了。两相对比之下，蔡徐坤自然就成为了网友新的关注对象。从这3个月看来，蔡徐坤虽然没有被发明文封杀，但可以看到的是，他所有的资源都消失了，应该是处于软封杀状态。不过看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有着卷土重来的架势。就连罗志祥都能来内地开演唱会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我也是人，也有我的需求。这句话看起来很合理，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结合他所做的事情来看，这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没有区别。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于人性，而不是自己的劣质，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而作为公众人物，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应该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在其行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的时候，开心过了，那也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值得注意的是，勇敢去做想做的事情，是要在遵守社会良序公德，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才能去做，而不是明知道自己是个公众人物，还做出这种错误的示范。对于明星结婚生子，粉丝和网友也不是不能接受，就看现在的鹿晗，谁看了不说一句爷们呢？虽然在官宣之初确实有大量粉丝脱粉，但这一切鹿晗都坦然接受了，这才是勇敢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最后奉劝一下那些同样有需求的娱乐圈几大明星，忍不住很正常，但恋爱也好，是女粉丝也好，做之前想想后果，出事了要承担责任。明星这碗饭不好吃，学艺先学德，不是说说而已。咱不能既把钱挣了，又把好名声挣了，还总想着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道理。